你是不是也常觉得，家里的毛孩啊，好像不只是宠物了，根本就是家人。这股风潮，好像一种全球性的宠物婴儿潮。来看一家行销公司，还有他为这些宠儿们打造的一个专属共和国，就是尾鱼度国际行销，还有他们那个宠儿共和国，就是要来搞懂这家行销公司是怎么在这么竞争的宠物市场里面，靠自己的专业闯出一片天的。看看他们的手法，还有哪些地方值得我们注意一下。首先就是尾鱼度国际行销，你看，从公关策略、办活动，像是记者会、论坛开幕、办展览、媒体关系、口碑行销，连电子商务都有。没错，所以这种多元经验，其实可能就是他们后来能成功切入宠物市场的关键。他们不只会做行销，更懂得处理比较复杂的关系和议题。了解，这就带到下一个重点了。有了这个行销公司的底子，他们在2017年就创立了线上品牌宠儿共和国 Wido.Pet， 核心理念听起来很温暖，与每个宠儿统一国，就是完全把宠物当成被宠爱的小孩。对，这个定位很清楚。宠儿共和国它其实更像是一个精选平台跟专业代理商的角色。代理商？是啊，像瑞典的 Nina Ottosson 益智玩具，还有美国的 Pastages、POAY Planet Dog， 哇，不少还有像猫咪品牌 Cat Stages 跟新的 Pup Stages， 他们怎么把通路整合跟电商的专业，他们的硬底子功夫，对，把这个硬底子应用到一个他们有热情的领域，就是宠物。那他们的行销方式呢？他们的核心策略，看起来就是抓准了现在很多人把宠物当家人这个宠物家人化的趋势。就是说不只是卖东西，他们连选品啊、沟通方式呀，都扣着这个概念。所以你看得出来，他们不只引进一般的玩具或用品，也很关注像功能性的，比方说可以帮助洁牙、抗忧郁的，还有像益智玩具，甚至他们也开始重视环保、永续之类的产品。宠物用品市场现在有另一个趋势，就是现在的饲主可能不只看产品好不好用、安不安全，他们也越来越在意，这个品牌背后的价值观是什么？比方说对环境友不友善啊，有没有做一些社会回馈呀？这些，所以他们引进的产品从安全到永续其实都有考量到。那他们是怎么让像你一样的饲主知道，然后相信这些产品的价值呢？你想想看，在宠物市场，饲主其实很看重推荐跟信任感。好像是。比起广告，看到别人家的毛孩可能跟你家同品种的玩某个玩具玩得很开心，那个说服力可能更强。他们有个 YouTube 频道叫宠儿有话说，里面就有那个宠儿网红大募集的播放清单，让毛孩自己当主角介绍玩具。对，还有像宠儿小教室提供知识。里面有支影片，毛小孩导弹排名，观看次数还蛮高的。哇，这点蛮有趣的。反而是强调透过宠儿网红来创造口碑。没错，这是一种蛮高明的内容行销方式。对，这就是内容行销。愿意为宠物花钱的主人，在意的常常不是价格，而是对自己的宠儿，是不是真的有好处？这句话完全打中现在饲主的心态。没错，特别是千禧世代 Z 世代的饲主，他们更重视品牌感受、产品价值，而不单单是便宜就好。了解，所以价值导向很重要。对，这其实也提出一个蛮值得思考的问题：当你的最终使用者其实是动物的时候，不会说话。对，品牌要怎么跟饲主建立那种真实的情感连接？而且他们不只做线上哦，大概2006年开始就一直参加国内外的宠物大展。是的，这点也很关键。台北宠物展、高雄宠物展，还有去美国奥兰多那个全球宠物博览会 Global Pet Expo。对，持续曝光。像2025年展会上，他们就展示 PLAY 最新的玩具、户外用品，还有 Outward Hound 旗下品牌的最新产品跟市场成绩。像在美国啊，专卖通路市占第2， Cat Stages 在猫玩具市占第1。这些成绩都很亮眼。参加展览对他们来说，不只是推销，也是了解市场趋势
跟同业交流，直接面对消费者的好机会。把国际上很多元的、强调安全、设计感，甚至还有永续呀、公益概念的宠物用品带进台湾。还有办社群活动来跟你这样关心毛小孩的饲主沟通，建立关系。对，这也显示他们有投入在社群连结跟公益这一块。虚实整合做得很好哎。没错，像那个 iPad 希望日宠物店养爬，我好像有印象，连续办好几年了。对，还会邀请名人像隋唐、张景兰来代言，鼓励领养代替购买。这不只回馈社会，也帮品牌形象加分。是的，深化了品牌的价值感。好，那我们快速总结一下，从这些资料看下来，尾鱼肚国际行销这个案例，真的蛮精彩的。它展示了一家有很深厚、很多元行销公关背景的公司，是怎么成功的把专业知识应用到一个充满热情的利基市场，就是宠物产业。他们创立宠儿共和国，不是只是在卖东西，对，更重要的是那个核心理念，宠物即家人。然后用很聪明、很打动人心的行销手法，建立起一个品牌社群。没错。有个问题，或许你可以想一下，就是当我们越来越把宠物看作是家里那个不可或缺的孩子的时候，像这样的公司，除了提供商品之外，他们在形塑我们怎么去看待、怎么去思考宠物的福祉 （welfare），也就是说，是超越基本需求的那种更高层次的幸福感。更在意的是产品对毛孩是不是真的好，而不是只看价钱。这个问题很有意思。对啊，这或许是我们可以从这些资料延伸出去，更进一步观察和思考的方向了。好，这次的深入探讨差不多到这里，希望这些资讯对你有帮助哦。那最后，我想留给你一个问题，大家也可以一起思考一下。我们看到宠儿共和国运用宠儿网红，还有聚焦在饲主的价值观，取得了成功。那这对于其他也是高度情感投入的消费市场，比如说婴幼儿产品、健康食品，甚至是个人收藏品，这些市场也很重视情感连接。对，就是说，当品牌试图跟消费者建立很深的连接，但最终的体验者甚至不是人类的时候，像宠物或婴儿，对，那品牌到底该怎么去定义，还有传递那份很关键的真实性跟价值感呢？